生命的奥秘一直是人类探索的永恒主题，其中最为神秘莫测的莫过于生命的终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家人的健康状况往往是我们最为关心的话题。然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忽视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预示着生命即将走向终点。在家中有人即将离世的前半年，我们可能会观察到一系列身体和精神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是渐进的，不易被察觉，但对于敏感的观察者来说，它们可能是生命即将结束的微妙信号。从身体层面来看，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家人的体力逐渐下降，即使是简单的日常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可能会经常感到疲倦，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此外，慢性疾病的症状可能会加重，或者出现一些新的健康问题。在精神层面上，变化可能更加微妙，但同样重要。家人可能会变得更加内向，减少与外界的交流。他们可能会花更多时间回忆过去，整理个人物品，或者突然对某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事情表现出兴趣。有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异常的平静或者接受，仿佛已经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生命即将结束，它们可能只是生理和心理变化的正常过程。然而，当我们观察到多个征兆同时出现时，就应该格外关注。这不仅仅是为了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要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每一刻，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支持。生命的无常提醒我们，每一天都是珍贵的礼物。通过观察和理解这些可能的征兆，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照顾家人，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的本质。这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加平和和智慧的态度面对生命中的种种变化，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随着生命的流逝，人体的外在表现往往会悄然发生变化，成为生命状态的一面镜子。这些微妙的转变，尤其是气色和体态方面的改变，常常预示着身体内部正在经历某些重要的变化过程。观察一个人的脸色，可以窥见他们的健康状况。当生命即将步入终点时，面部的气色可能会逐渐失去往日的光泽和红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暗淡和苍白。这种变化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显现。面色的暗淡可能源于血液循环的减弱、新陈代谢的放缓，或是某些器官功能的衰退。特别是当我们注意到长辈的脸色持续灰暗，缺乏往日的红润有光泽时，这可能是身体机能正在衰退的信号。除了脸色的变化，身材的消瘦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指标。当一个人的体重在短时间内无故下降，特别是出现明显的消瘦时，这往往预示着身体正在经历某些重大的变化。消瘦可能是由于食欲不振、消化吸收能力下降，或是身体在对抗某种疾病而消耗大量能量所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没有明显的疾病症状，持续的体重下降也可能是身体功能衰退的一个重要征兆。然而，我们不应仅仅关注体重的减轻，身体轮廓的改变同样值得关注。当我们发现家中长辈的肌肉开始萎缩，皮肤变得松弛，整体看起来更加瘦小和脆弱时，这可能意味着他们的身体正在经历深层次的变化。这种体态的改变往往伴随着体力的明显下降，日常活动能力的减弱，甚至可能出现行动不便的情况。除了脸色和身材，我们还应该留意皮肤质地的变化。随着生命力的减弱，皮肤可能会失去往日的弹性和光泽，变得干燥粗糙，
甚至出现一些之前不曾有过的色素沉着或斑点。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年龄增长的自然结果，也可能是身体内部机能变化的外在体现。尽管这些外在表现可能预示着生命正在走向终点，但我们不应过分惊慌或轻易下定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是独特的，这些变化也可能是暂时的，或者由其他可控因素引起。重要的是，当我们注意到这些变化时，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适时寻求医疗建议，并尽可能地改善生活质量。通过细心观察家人的气色与体态变化，我们不仅可以及早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更能借此机会深入思考生命的本质，珍惜与亲人相处的每一刻。这种观察不应成为一种负担或忧虑的来源，而应该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关爱家人的途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光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在生命的旅程中，我们的身体常常以微妙的方式向我们传递信息。当一个人逐渐步入生命的暮年，或是面临重大健康挑战时，这些信号可能变得更加明显，尤其体现在饮食和睡眠习惯的改变上。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行为变化，实际上可能蕴含着深层次的生理和心理转变。食欲不振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征兆。当一个人开始对平日喜爱的美食失去兴趣，或是进食量明显减少时，这可能预示着身体正在经历某种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源于消化系统功能的衰退，也可能是由于某些疾病引起的代谢紊乱。有时，心理因素如抑郁或焦虑也会导致食欲下降。无论是何种原因，持续的食欲减退都可能导致营养不良，进而加速身体机能的衰退。与食欲变化相伴的，往往还有睡眠质量的下降。当一个人开始频繁的失眠、浅眠或是难以入睡时，这可能是身体发出的另一个重要信号。良好的睡眠对于身体的修复和再生至关重要，而睡眠质量的下降可能意味着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正在减弱。此外，睡眠障碍也可能是某些慢性疾病，如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或神经系统疾病的早期征兆。值得注意的是，饮食和睡眠习惯的改变往往是相互关联的。例如，睡眠不足可能导致食欲调节荷尔蒙的分泌失衡，进而影响食欲，而营养摄入的不足又可能影响睡眠质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提醒我们，在观察和理解这些变化时，需要采取全面和系统的视角。这些生活习惯的改变不仅仅是身体功能衰退的表现，也可能反映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或健康状况的恶化，一个人可能开始对生命的意义产生深刻的思考。这种心理状态的转变也会影响到日常的饮食和睡眠行为。例如，对未来的担忧可能导致失眠，而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评估可能改变一个人的饮食偏好。对于家人和照顾者来说，敏锐地观察这些变化，并给予适当的关怀和支持至关重要。这不仅包括及时寻求医疗帮助，也包括在精神层面给予温暖和理解。有时，简单的陪伴倾听，或是调整饮食结构，都可能对改善这些症状产生积极的影响。在面对这些变化时，保持平和的心态同样重要。生命的历程充满起伏，饮食和睡眠习惯的改变可能是自然衰老过程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暂时性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接纳这些变化，同时积极寻找改善的方法。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关怀，我们可以帮助自己或家人更好地度过这一阶段，维持生活质量，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延缓衰老的进程。随着生命进入晚期或面临重大健康挑战，一个人的情绪和行为往往会发生显著的转变。这些变化不仅仅是表面现象，更折射出内心世界的深刻变化。沉默寡言是一种常见的行为转变，它可能源于多方面的原因。有些人可能因为身体不适而不愿多言，也有人可能是在静默中反思人生，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往和未来。这种沉默并非简单的封闭，而是一种内在对话的开始，是灵魂与自我的深度交流。在这种静默中，许多人开始更多地谈论生死话题。这种行为转变不应被视为不祥之兆，而是一个人开始直面生命本质的重要标志。当一个人开始频繁谈论生死，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性，开始思考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这种思考往往伴随着对过往的回顾，对现在的珍惜，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同时，我们也可能观察到一些人变得更加敏感或情绪波动较大。这种情绪上的起伏可能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对亲人的不舍，或是对自身处境的无奈。有些人可能会表现出异常的平静，这种平静背后可能是对生命的深刻领悟和接纳。无论是情绪的波动还是异常的平静，都反映了内心正在经历的复杂变化过程。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行为变化是对物质和关系的态度转变。许多人在这个阶段会表现出对物质 possessions 的淡漠，更加重视情感联系和精神慰藉。他们可能开始整理个人物品，向亲朋好友表达感激之情，或者尝试修复曾经破裂的关系。这些行为都暗示着一个人正在为生命做最后的整理和告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可能会表现出一种急迫感，试图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未尽的心愿或弥补过去的遗憾。这种行为反映了对生命有限性的深刻认知，也体现了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定义。无论是急于完成某项工作，还是迫切地想要见某个人，这些行为都是生命价值观重塑的外在表现。对于家人和照顾者来说，理解这些情绪和行为转变的深层含义至关重要。它不仅有助于提供更适切的关怀和支持，也能帮助我们以更开放、更理解的心态面对生死。这些变化提醒我们，生命的终章同样值得珍视和尊重，它是一个人生命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面对这些转变时，保持开放和理解的态度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面对生命挑战的独特方式，给予适度的空间和支持。同时，这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深化与亲人的情感联系。通过理解和接纳这些情绪和行为的转变，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陪伴和支持生命晚期的亲人，也能从中获得对生命更深刻的洞察和领悟。在探讨生命晚期的情绪和行为变化之后，我们不禁思考如何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这一人生必经之路。佛教作为一种古老而深邃的智慧传统，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生死观念和应对方法。佛法教导我们，生死乃是自然规律，不应过分执着或恐惧，而应以智慧和平静的心态去接纳。金刚经中有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句经文揭示了世间万物，包括生命本身，都是短暂而无常的。理解并接受这一真理，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对死亡的恐惧，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刻。佛教的无常观念不是要我们消极悲观，
而是鼓励我们以更加开放和豁达的心态面对生命的变迁。在心经中，我们可以找到更深层的智慧，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种空性的智慧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超越了物质形态，而存在于一种更高维度的空中。当我们能够领悟这一点，就能够超越对肉体消亡的恐惧，体会到生命的永恒本质。佛陀在《涅盘经》中教导弟子们，生死皆苦，涅盘寂静。这并非是对生命的否定，而是指引我们追求一种超越生死的境界。通过修行和内省，我们可以逐渐摆脱对世俗欲望的执着，达到内心的真正平静。这种平静不仅能帮助我们面对自己的生死，也能在亲人离世时保持内心的宁静和慈悲。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念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面对死亡的视角。它告诉我们，生命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死亡只是新生命开始的另一个起点。这种观念可以减轻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同时也鼓励我们在现实中积累善业，为未来的轮回创造更好的条件。在实践层面，佛教提倡通过冥想和念佛等方式来培养内心的宁静。这些修行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平和，也能在面对生死大事时保持镇定。通过持续的修行，我们可以逐渐建立起对生死的洞察力，从而以更加超然的态度面对生命的终结。佛法智慧还教导我们，生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正如莲花从淤泥中绽放，死亡也可以成为新生命和新智慧的源泉。这种对生死循环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面对生命的各个阶段，包括其终结。在佛教的启示下，我们可以学会以平等心看待生死，既不贪恋生，也不畏惧死。这种智慧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更好地面对生命的无常，也能够在亲人面临生命终点时，以更加理性和慈悲的态度给予支持和陪伴。通过汲取佛法的智慧，我们可以在面对生死时保持内心的平静，同时也能更深刻地理解和珍惜生命的真正意义。在探讨生死议题的过程中，我们不禁深思，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活出真正的意义。佛法给予我们的智慧不仅仅是面对死亡的勇气，更是指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修心养性、行善积德的明灯。这种智慧的真谛并非高不可攀，而是蕴含在我们每一天的言行举止之中。修心养性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它要求我们时刻保持警醒，关照自己的内心。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被外界的纷扰所困扰，忽视了内心的声音。然而，佛法教导我们，真正的平静和智慧源于内心。通过冥想念佛或简单的正念练习，我们可以逐渐培养出观察自己思想和情绪的能力，从而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保持镇定和理性。与此同时，行善积德不应被视为一种形式化的行为，而是应该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它可以是对家人多一份关爱，对同事多一份体谅，对陌生人多一些善意。这些看似微小的善举累积起来，却能形成强大的正能量，不仅能够改善我们周围的环境，也能净化我们自己的心灵。佛法中的因果概念提醒我们，每一个行为都会带来相应的结果，因此我们应当珍惜每一个行善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佛法教导，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放弃世俗的追求。相反，它鼓励我们在现有的生活框架内寻找平衡和意义。例如，
在工作中追求卓越可以被视为一种修行，只要我们保持正直的态度，不伤害他人，并将自己的成就用于 benefiting 他人。同样，在家庭生活中培养耐心和宽容，也是修心养性的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修心养性与行善积德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和自我反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佛法教导我们以平常心看待这些挑战。每一次的失误都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而不是自我否定的理由。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反思，我们可以逐渐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在面对生死大事时保持更加从容和智慧的态度。修心养性和行善积德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渐认识自我、完善自我的 journey。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也能够为周围的人带来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微小的，如一个善意的微笑或一句温暖的话语，但它们却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传播正能量的源泉，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和谐与慈悲。在佛法的智慧启示下，我们逐渐认识到生命的短暂和无常。这份认知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修心养性和行善积德的理解，更唤醒了我们珍惜当下、关爱家人的意识。生命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而我们往往在忙碌的日常中忽视了身边最亲近的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份珍贵的礼物，而我们与亲人相聚的时光更是弥足珍贵。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常常被工作事业和各种琐事所困扰，忽视了家人的存在和需求。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顾生命的本质，就会发现真正重要的是那些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亲人。珍惜当下的概念并不抽象，它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也许是陪伴父母散步聊天的温馨时刻，或是与子女共同分享生活喜悦的欢乐时光。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实则蕴含着生命最珍贵的意义。通过主动创造和珍惜这些时刻，我们不仅能够增进家庭关系，还能在潜移默化中践行佛法的教导。关爱家人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供给，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交流和精神上的支持。倾听家人的心声，理解他们的需求，给予适时的关怀和鼓励，这些都是展现爱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修炼自己的耐心、同理心和慈悲心，这正是佛法修行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珍惜当下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未来的规划或忽视过去的经验。相反，它要求我们在认识生命有限性的基础上，更加珍惜眼前的每一刻，把握住与亲人相处的每一个机会。这种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平衡，既不被过去的遗憾所束缚，也不被未来的焦虑所困扰。在关爱家人的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累积善业和福报。每一次的关心，每一个温暖的拥抱，都是在编织一张爱的网络，不仅滋养了家人的心灵，也丰富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这种良性循环能够为家庭带来更多的和谐与幸福，同时也是我们修行路上的重要养分。当我们真正领悟到珍惜当下、关爱家人的重要性时，我们就能够以更加开放和感恩的心态面对生活。我们会发现，生命中最美好的礼物往往就在身边，而真正的幸福来源于与所爱之人共度的每一个当下。这种觉悟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还能帮助我们在面对生命的无常时保持平和与坦然。在我们探讨生命的无常和珍惜当下的重要性时，不仅引发了对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我们的行为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佛法中的因果轮回和福报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理解这个问题。因果轮回的理念告诉我们，每个行为都如同播下的种子，终将在未来结出相应的果实。这种观点 encourages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警醒，认真对待每一个行为和决定。善良的举动、慈悲的心态以及积极的行为，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我们的未来。就像农夫精心照料庄稼，我们的善行正在孕育着美好的福报。福报并非仅仅指物质上的富足，更包括内心的平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生活中的种种顺遂。当我们以善良和慈悲之心对待他人时，就如同在宇宙中播撒了正能量的种子。这些种子不仅会影响我们自身，还会扩散到我们的家庭、朋友圈乃至整个社会。一个微小的善举，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给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然而，积累福报并非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佛法教导我们，真正的福报来自于无私的奉献和利他的行为。当我们把注意力从自身转移到他人的福祉时，我们反而更容易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快乐。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体现了宇宙运作的奥妙。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无数机会积累正能量。对家人的一声问候，对陌生人的一个微笑，对需要帮助者的一次援手，都是积累福报的方式。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如同涟漪般在宇宙中荡漾开来，最终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理解因果轮回和福报的概念，不仅能激励我们行善，还能帮助我们以更加宽容和理解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当遇到困难时，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过去行为的果报，以平和的心态接受并努力改变。同时，我们也会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过去善行的结果。通过不断积累正能量，我们不仅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还能为身边的人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充满爱的环境。这种良性循环将会带来更多的福报，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和喜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逐渐领悟到，真正的幸福来源于内心的宁静和对他人的无私奉献。在探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常常会被外在的成就和物质所迷惑。然而，真正的人生智慧往往源于内心的修行，而非仅仅依靠外在的荣华富贵。这种内在的修行不仅能够带来持久的幸福感，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内心修行的核心在于培养一颗平静慈悲的心。这种修行并不需要特定的场所或仪式，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点滴积累。比如，当我们面对困难时，不急于抱怨或逃避，而是静下心来思考解决之道，这就是一种内心修行的体现。又如，当我们看到他人的不幸时，能够升起同情之心并伸出援手，这也是内心修行的一种表现。相比之下，外在的荣华富贵虽然能带来暂时的满足，却往往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一个人可能拥有豪宅名车，享受着世俗眼中的成功，但如果内心缺乏平和与满足，这些外在的成就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因此，真正的智者会更加注重内心的成长，而不是一味追逐外在的物质享受。内心修行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当我们不再被外在的成就所困扰时，就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自己的内心需求，进而做出更符合自己本心的选择。这种由内而外的改变，往往能带来更持久、更深刻的人生满足感。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内心修行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摒弃外在的追求。相反，一个真正修行有成的人，往往能够在内心平和与外在成就之间找到平衡。他们可能依然追求事业的成功，但不会将自己的价值完全寄托于此。他们可能享受生活的美好，但不会被物质欲望所束缚。内心修行的过程可能漫长而艰难，但其带来的回报是无可替代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生命的起起落落时保持内心的宁静，在经历世事的变迁时依然保持本心的纯粹。这种内在的力量远比任何外在的荣华富贵更加珍贵，因为它能够真正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引导我们走向更加圆满和谐的境界。在追求内心修行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它在外在行为上的体现。一个内心修行有成的人，往往能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宽容、理解和慈悲的品质。他们的言行举止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内心的平和与智慧，影响并感染身边的人。这种由内而外的正面影响，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改变他人的生活，甚至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人生的长河中，我们终将面对生死这一永恒的课题。佛法教导我们以平常心和慈悲之心面对生死，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本质，还能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种种变故时保持内心的平静与祥和。平常心意味着我们以一种平和不执着的态度看待生命中的一切现象。当我们以平常心面对生死时，我们不会过分恐惧死亡，也不会过度留恋生命。我们明白，生死乃是自然规律，是每个生命必经之路。这种认知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生命的真正意义。与此同时，慈悲之心是我们面对生死时不可或缺的品质。慈悲不仅仅是对他人的同情和怜悯，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和关怀。当我们怀着慈悲之心面对生死时，我们会更加关注身边的人，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对于即将离世的人，我们会给予更多的关爱和陪伴；对于失去亲人的人，我们会给予更多的安慰和支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平常心和慈悲之心并非易事，但通过持续的修行和实践，我们可以逐步达到这种境界。我们可以通过冥想、念佛或其他形式的精神修行来培养内心的平静。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日常的善行，如帮助他人、关心弱势群体等方式来培养慈悲之心。这些修行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生死，还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圆满和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平常心和慈悲并不意味着冷漠或无动于衷，相反，它们代表着一种更高层次的情感和智慧。当我们真正理解并接受生死的本质时，我们反而能够更深刻地感受生命的珍贵，更加热爱生活，更加珍惜身边的人。这种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生死时保持内心的平静，同时也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充实和快乐。在面对亲人离世或自己生命即将结束时，保持平常心和慈悲之心尤为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以更加积极和坦然的态度面对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我们可以平和地回顾自己的人生，感恩曾经拥有的一切。
并以慈悲之心祝福身边的人。这种态度不仅能够让自己内心更加平静，也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力量和安慰。修行平常心和慈悲之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实践和深化。通过这种修行，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面对生死，还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智慧和力量源于内心的平静和慈悲，而非外在的成就和财富。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